出差回家，我随口说了句真想永远赖在家里，嫂子便把桌子掀了，打开窗户就要跳楼。我肚子里的才是秦家未来的继承人，你们要是同意他在家啃老，我就把孩子打了。我看着维护嫂子指责我的家人，冷笑一声，当天就冻结了全家人的银行卡。老虎不发威，你是真分不清谁是大小王。端午节，我破例给自己放假。回到家，妈妈已经做好饭菜，还将我的房间精心布置，床铺被褥都换上最新的。我躺得舒服，随口说了句真想永远赖在家里。嫂子当即掩面痛哭，我还当她怀着孕身体不舒服，很关心地问她怎么了。她哭哭啼啼说，我只是太心疼我肚子里的儿子，这要是放在古代，他就是咱们秦家的嫡长孙，可现在还没出世，就要被亲叔叔欺负的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这话就有意思了，孩子还没出世，我怎么欺负他了？木木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大哥也同样觉得难以理解，我肚子里的可是你的亲儿子，是秦家的嫡长孙，以后公司也只能是他的。可现在小叔年纪轻轻就想在家躺着，什么事都不做，不是早就惦记着让咱儿子给他养老了吗？真是吴宇他爸给吴宇开门。吴宇到家了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嫡长孙高人一等那一套。我哥还一脸宠溺的给他解释，弟弟难得回家休息，发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。怎么正常了？他一个大男人，凭什么张口说出要一直在家躺着的话？他平时不务正业也就算了，现在马上要当叔叔了，难道还不知道努力给家里挣钱？男人怎么能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？我这暴脾气当时就火了，说我不务正业，不知道挣钱。那他和我哥一身名牌金表，难道都是顺手从路边捡来的？我刚要开口反驳，我爸一下砸了手里的茶杯。我儿子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愿意在家里待多久就待多久，谁再多话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见我和我爸生气，妈妈和我哥赶紧打圆场。好了好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先去餐厅吃饭吧。谁知嫂子还不依不饶，打开窗户做事就要跳楼自杀。我不管，你们必须让小叔子给我写保证书，让他以后都不能和我儿子抢公司财产，不然这孩子我就不生了。我哥赶紧拦腰把人抱住，嫂子挣扎得更加厉害，我哥的手上很快被他抓出道血痕。我哥担心孩子，只能答应他，好好好，让他写。弟弟你会答应你嫂子吧？就当帮哥哥一个忙，好吗？我挑挑眉，兴致一上来，还真拿了张纸写保证书，上面写明我不会和未来侄子争夺家里的任何财产。写完，我一脸玩味地打量嫂子，将来他要是知道真相，恐怕想杀我哥的心思都会有吧。嫂子长相不错，是甜美那一挂的，我哥对她一见钟情，当了好久舔狗才成功上位。他们刚在一起，我哥就迫不及待把她带回家见家长。我只见过她一次，印象里嫂子性格温柔怯弱，声音宛若蚊凝。谁能想到她只是怀了个孕，嗓门就拔高了不止1倍。看来她还挺懂伪装，知道怎么把我哥套牢。保证书我写过了，但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我目光扫过全家，悠悠发问。我哥被我看得心底发毛，焦急给我打着眼色。嫂子劈手夺过保证书，宝贝似的折好揣进兜里。能有什么后果？你就记住，以后家里哪怕是一口水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少惦记家里东西。还有你的房间我也准备改成我儿子的玩具房，以后你就别回来了。这是要直接把我扫地出门了？我笑着问，你说的话算数吗？当然算。嫂子十分骄傲地叉腰昂头，我肚子里的可是秦家的金孙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就把孩子打掉，到时候你就得被唾沫星子淹死，爸妈怎么说？我又把目光转向二老，我妈懦弱了一辈子，现在在嫂子面前连头都不敢抬。老二，你先顺着你嫂子吧，反正你在外面也有地方住，她毕竟是个女人，还刚怀孕，你让着她些。我哥也赶紧劝我，弟弟，这几个月就先委屈你了，大哥给你道歉。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双打茄子似的窝囊样，我就怒气不争，冷不防问了一句，房产证呢？几人瞬间如遭雷击，只有嫂子还满眼警惕，都说了你不能惦记家里东西，怎么还想和你侄子争这栋别墅？你也是20多岁的男人了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别说了，我哥第一次变了语气和他说话。别人或许不清楚我家的情况，但爸妈和大哥可是心知肚明。秦家虽然开着一家上市公司，但可不是家族企业，而是我从无到有，一点一点做大做强。别说是家里的日常花销，就连这栋别墅都在我的名下。还有嫂子家人和我哥订婚时提出所要的房子、车子和20万彩礼，都要我自掏腰包。当年我刚创立公司，每天加班加点，我妈坚持每天给我送饭，才不至于让我染上胃病。我一直牢记这份恩情，所以在公司发展平稳以后，我主动提出赡养全家，每月给家里50万的零花，过年过节又送贵价礼物，让他们享享清福。而我哥自从大学毕业就躺在家里，爸妈几次催他找工作，他都满嘴抱怨。好不容易应聘成功，他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
没多久就被公司辞退。他说他一心想做画家，我全力支持，买了最好的画画工具，又为他请来最好的老师。可他实在没有天赋，学了2年还画得不能入眼。但即便我哥只比我大3岁，至今还一事无成，我也照样让他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。他追嫂子时送的所有昂贵首饰，也通通都由我来买单。我一直对家人掏心掏肺，用尽全力去对他们好，只是想求能永远拥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。可现在嫂子公然站出来作妖，搅得家里鸡犬不宁，我开始后悔当初那么草率答应帮我哥出彩礼的决定。我看向爸妈，他们对我都是一脸哀求，我的心不可控制的软了。我知道我哥很爱嫂子，爸妈也很重视孙子，所以我也不愿让他们为难。我耸耸肩，缓和脸色，主动招呼大家吃饭。算了，随便你们折腾吧。嫂子得意地哼了一声，迈开长腿，傲娇地走在最前面。我心里虽然还有气，但我毕竟是个男的，总不好为了钱一直和怀孕的嫂子斤斤计较，也就只能当看不见。反正我这次休假也只是在家待几天，过后还要出差。看在我哥的面子上，让着他一点也没什么。可嫂子却非要在我雷点蹦迪。我这次出差给女朋友带了不少化妆品和首饰当做礼物，其中那枚戒指是我打算求婚用的，特意花了几千万找设计师专门设计打造。嫂子却不经我同意，擅自戴在自己手上，还要拿走那些进口化妆品，给外面的小妖精，还不如给我。我怀着老秦家的种，才是自己人。反正你用的也是我儿子的钱，你以为送个戒指，人家就能跟你结婚啊？现在的小姑娘都会骗钱，嫂子这可是在帮你。我已经能听到自己拳头捏得咯吱作响。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哪里说错了？他肯定就是图你的钱，骚狐狸想进我家的门和我儿子抢财产，没门！我差点没忍住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我哥急忙拦住嫂子，你快把戒指还给弟弟。嫂子又是一阵痛哭流涕，我为你们老秦家生儿育女，难道连个戒指还不能戴吗？既然这样，我现在就去医院把孩子打了。我妈又被他吓住，赶紧过来劝我，要不你再重新给青青买一份。我相信青青那么懂事，一定不会介意。这次我没有退让，我冷着脸朝嫂子伸手，戒指还我，其他的东西我可以不计较。嫂子把手一缩，瞪着我，我就不还。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用我们家的钱买东西，那戒指当然就属于我了。哥，我沉着声音看向我哥，给他最后的警告。他当时为了追求嫂子，谎称公司是他创立，我只是从旁协助。我为了他的幸福，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默认他的说法。我原本想的是，一家人不必分心眼，反正我以后也会管他和嫂子一辈子，说不说实话也没有区别。但现在看来我再不反抗，他们还真忘了这个家到底是谁说了算。我哥被我盯得一阵心虚，头一次硬气起来，拽过嫂子的手，把戒指脱下来还我。嫂子自然是又哭又闹，但这次没人帮他说话，他坐了一会儿，觉得无趣，就收敛哭声，在心底悄悄把我恨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但凡是我用了家里的东西，哪怕是洗发水，他都要在我旁边阴阳怪气。我忍无可忍，终于在沉默中爆发。我把一整瓶洗发水拧开，直接倒在他的头上。都是你家的东西是吧？我让你一次性用个够。所有人都被嫂子的尖叫声吸引过来。你竟然敢这么对我！嫂子涨红着脸，拼命抹掉脸上流淌下来的洗发水，可她却抹越乱，最后还迷了眼睛，疼得她又是一声尖叫。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我爸冷着脸怒斥一声。行了，肯定又是你主动招惹秦南。我妈也嗔怪地瞪了嫂子一眼，只是她性格软弱，不敢真说出口。嫂子气炸了，觉得我们全家都帮着我欺负她。明明是她先对我动手，你们怎么反倒怪我？我怎么主动招惹她了？都是她故意针对我，没惹我。那为什么我每次用家里东西，你都非要在我耳边唠唠叨叨，骂我啃老？嫂子一脸理直气壮。那我又没有说错，这些都是爸妈的东西，你凭什么用得心安理得？我嗤笑一声，这些东西你也没有出过1分钱，你自己还不是照用不误？嫂子丝毫没有害臊，我是你们家8抬大轿娶回家的儿媳妇，有什么东西是我不能用的？我懒得理他，似乎是我鄙夷的眼神刺激到他，他哭嚎一声，用力朝着桌角撞去。我不生了，我也不可能嫁给你们家受气，既然你们都不想要这个孩子，那我现在就把他弄掉。这可把我哥急坏了，忙把人抱在怀里哄着。好了老婆，我们全家都很想要这个孩子，我也很爱你，你情绪不要这么激动好吗？那你们就把他赶走，这个家里以后有他没我。我哥这下犯难了，他可不敢张这个口让我现在收拾东西走人，毕竟以后还是要靠我给生活费的。他只能求助我妈，我妈又是个拿不定主意的，这阵仗把他吓坏了，根本不敢开口说一句话。嫂子见我们家人大眼瞪小眼，就是没人帮忙教训我，气得一把推开我哥，自己手脚并用爬上阳台护栏。你们要是不同意让他走，那我现在就从这里跳下去，让你们家一尸两命。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我们家是2层别墅，这个高度下去顶多断腿，死不了人。我今天也放话在这儿，哥你以后别带他回家，我不想再看见他。然而我话音刚落，
嫂子还没来得及反驳，就自己脚滑从栏杆上翻了下去。我哥离得最近，堪堪抓住他的手腕，把人吊在半空。这下嫂子吓得脸色煞白，也不敢说让他去死的话了，急忙嚷嚷着让我哥把他救上去。爸妈担心真闹出事，都过去帮忙，总算把他重新拽回来。可他上来之后，没有一句感激，反倒第一时间用手指着我鼻子大骂：“丧良心的东西，竟然敢推我！你这是故意杀人！我要去法院告你！”这下所有人都被他镇住了。刚才大家看得分明，我距离嫂子那可足足有2-3米的距离，他竟然说我推他，现在造谣的成本是不是太低了？你再这么说，我告你诽谤！嫂子又开始哇哇大哭，就是你推我的，你要杀了我，我不要嫁给你们家了，我要去医院不生了，这婚也不结了。这么拙劣的手段，让我看得忍不住发笑。可我哥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看他哭得那么假，居然还能满眼心疼。宝贝，别哭了，你这辈子都只能嫁我，我这就帮你出气。我哥转而怒瞪着我：“秦南，你是个男的，她是你刚怀孕的嫂子，你怎么能这么针对她？非要把她逼得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去死吗？”我烦躁地啧了一声：“你有病吗？到底是谁在挑事？这么明显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脑子刚才都掉马桶里冲走了吗？我可是你大哥！”我哥愤怒咆哮。我无语地耸耸肩：“行啊，既然要摆谱，那你至少得有身为大哥的样子吧？你想娶她，那就自己出钱，我祝你俩锁死。”嫂子一听这话就顿时反驳：“谁出钱关你什么事？反正你从小依靠你大哥，肯定是个穷光蛋吧？我公公婆婆愿意帮着我老公出钱娶我，你就眼红去吧，是吗？公公婆婆出钱，哈！”我又满含深意地看向爸妈，两人都是一愣。我哥鼻翼翕动，愤怒已经到达顶点。我老婆说的对，有爸妈给我出钱，我怎么着也用不着你。那你最好记住自己说过的话。原本我想在家里多休息几天，但被嫂子闹成这样，我还不如回去上班赚钱。一大早我就收拾好东西要走，谁知刚开门，竟然撞进来兴师问罪的嫂子全家。张红霞一进门竟掐着腰，一脸刻薄相：“听说就是你欺负我闺女，你们老秦家仗着有钱，就这么不把我女儿当回事？我看你们是不想结这婚了。”爸妈赶紧给她赔礼道歉。张红霞冷哼一声，被他们请进门，一副主人的姿态坐在沙发正中。嫂子的弟弟贪婪地四处打量别墅，那眼神好像就在说这栋房子马上就要属于他一样。嫂子还在一旁帮腔：“喜欢什么就拿，你是我弟弟，我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先紧着你。”陈龙一下就选中了我爸最喜欢的一个花瓶。我爸一脸肉痛的刚想割爱，我冷不防插话道：“10万一个，摔坏了你赔不起。”陈龙和他姐一样让人讨厌，直接把花瓶摔碎，给我难堪。呸，不就是个破花瓶吗？还10万？你想讹人啊？我姐姐可是你们家未来的女主人，你这个秦家的寄生虫，最好对我姐说话客气点。你说她是女主人？我气笑了，爸妈明显脸色也很不对。可笑，他还沉浸在马上当上少爷的春秋大梦里，大言不惭。对啊，现在是你们家求着我姐嫁进门，我家肚子里可是个男孩，比你这个寄生虫值钱多了。哦，我倒要听听我们怎么个求法。张红霞抱着手臂，高高在上道：“亲家，先前我是看2个孩子感情好，才只要了20万彩礼。但你们昨天这么欺负我女儿，我家可不是吃干饭的，彩礼必须涨到100万，否则我立刻让我女儿去医院堕胎。”什么？100万？我哥吓得差点翻白眼，爸妈更是面色为难：“亲家母，这实在是太多了，你看还能不能再商量一下？”没得商量，陈龙又一脚踹翻一个瓷瓶，大大咧咧踩在茶几上：“不给钱就别想要孙子！”爸妈赶紧看向我，寻求我的意见。我一脸无辜地点开我哥昨天信誓旦旦的手机录音，反复播放3遍。有爸妈给我出钱，我怎么着也用不着你。我哥脸色别提多难看了：“秦南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你赶紧表个态，我不能没有你嫂子。”我妈也紧张地看向我：“南，要不咱们就同意了吧？毕竟你嫂子能给你哥生儿子，咱们不能不要。那是我哥的儿子，又不是我儿子，你们问我做什么？”我打定主意不管这事。开玩笑，次贴脸开大，把我得罪个彻底，还想让我出100万娶一个祸害进门。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嫂子一听，当时就甩脸子走人。好啊，我现在就去打胎。秦南，你记住，是你害得你们秦家绝后，你就是整个家族的罪人。我和我哥都还没死，怎么就绝后了？我摆出一副慢走不送的态度。嫂子也有些慌了，明显往门口走路的速度变慢。我压根不管他是死是活，可奈何我哥缺心眼，他还真当嫂子会打胎，急忙把人拦住。秦南，你太过分了，这是你嫂子，她肚子里的也是你的亲侄子，你怎么能和她这么说话？你快给你嫂子道歉！陈龙也开始叫嚣，现在不仅要道歉，还要给我姐100万彩礼，外加100万的车子，200万的房子，另外5金10万改口费，一样都不能少，否则我就不让我姐给你们秦家传宗接代。你没搞错吧？我觉得有点搞笑，你姐的嘴是镶金边了，光一个改口费就要10万，还是她能给我们家生出一个哪吒，值得花这么多钱？你是说我不配吗？嫂子拉着我哥就开始哭诉：“
你知道一个女人生孩子需要遭受到多大的痛苦吗？我只是要你们家一点钱当做身体补偿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难道你们就是想白嫖我的子宫，压根不想娶我？我哥顿时着急辩解，怎么会呢？宝贝，你别听他的，老公答应你的条件，肯定让你风风光光嫁进我家。嫂子这才破涕为笑。张红霞和陈龙都自以为出了这口恶气，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，临走前还顺走了我家一个摆设用的香精烟灰缸。行啊，既然我哥说的这么情深意重，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出钱当冤大头，他上哪儿找这么多钱？月初我没再给家里打生活费，只是告诉我妈，家里需要什么开销都直接发链接给我，我在线上付账。果不其然，当晚我就接到我哥的电话。秦南，你不给家里打钱是什么意思？你别忘了，从前家里的钱可都用来培养你了，难道你不该回报家里吗？我无辜道，那是爸妈花自己的钱培养我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可没给家里赚过一分钱吧？你少废话，快点打钱给我，我答应了我老婆，今天带她全家吃鲍鱼龙虾。大哥，你也快30的人了，不会连请老婆吃顿饭的钱都没有吧？我哥被噎得说不出话。我趁机挂断电话，没多一会儿，我妈的电话重新打进来。楠，妈妈想和你聊聊。我没说话，已经猜到了她究竟想说什么。你哥现在马上就要成家，手里不能没有钱，你还是把钱都给他转过去，让他自己支配。他结婚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你别转少了，让你哥难看。妈，那我呢？难道我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？我熬夜做项目，整夜无法休息的时候，我哥正躺在沙发上打游戏，手一伸就找我要5000块订外卖给游戏充钱。我妈当初的确对我很好，但结合她现在对我的态度，我很难不怀疑她当时就是看中了我能给家里挣钱。就算不是，我报恩她和爸爸已经足够，我哥为家里做过什么贡献，我凭什么要给他花那么多钱，还得不到一句感谢？我挂断电话，一句话都不想多说。女友看出我的为难，故意讲了好多笑话给我逗我开心。我抱紧她，就像抱紧生命里唯一的光。很抱歉，让你看到我家最不堪的一面，我很担心你会因此讨厌我，不愿意继续和我在一起。女友摇摇头，像哄小孩子一样拍着我的脑袋。秦南是世界上最温柔的男孩，我会永远爱他。我相信你爸妈只是暂时被你嫂子蒙蔽了，他们心底里还是爱你的。我不置可否，这次没给我哥打钱的后果，就是他带着嫂子还有我爸妈一起来公司闹事。嫂子张口闭口就说肚子里是传宗接代的男孩，看到我来公司上班，还痛骂我是狗改不了吃屎，果然还在惦记家里财产。公司里的员工都像看傻子一样看他。秘书故意在这时拿来一份文件让我签字，秦总，公司还得你来拿主意才行。嫂子一愣，上手就要抢夺文件，见秘书严防死守，他还恨铁不成钢的一推我哥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这是你的公司，你怎么能让外人来处理公事？万一他私自偷我们家的钱怎么办？我哥一脸尴尬，他拼命给我使了个眼色，想让我和他配合，然后才朝我伸手。弟弟，这件事我亲自处理，就不用你了。嫂子得意的叉腰，听到了吗？冒牌货，赶紧从我老公的公司里滚出去，不然我马上报警，说你私自挪用公司财产。那你报警啊？我挑衅的看着他笑。嫂子还真拿出了手机。我哥眼疾手快，赶紧把人抱住。老婆，他毕竟是我亲弟弟，我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说完他又朝我挤眉弄眼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秦南，你别不懂事，你赶紧把钱打给我，我就不在这影响你上班。那我要是偏不打呢？我把文件重重摔到桌上，指着嫂子身后办公室的门牌，冷笑一声，认字吗？秦氏集团总经理秦南，不是我哥，你再撒野我就该报警了。嫂子兴师问罪的掐住我哥的耳朵，你怎么真把公司交给他管了？我们不是说好的，等儿子出生，你家财产都是咱们儿子的吗？我哥当场丢脸，恼羞成怒的指着我的鼻子，秦南，你别给脸不要啊，这里可是公司，撕破脸对你可没有任何好处。我就是想要1000万娶媳妇，你先从公司账上挪出来给我用用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这不是我们自己家的公司吗？我可是你亲哥，在场的人无一不倒吸一口冷气。大家还没见过这种法吗？不管是谁私自挪用公款，那都是犯罪，我哥可真是大言不惭。我妈也忍不住来帮腔，楠，你听妈的话，快给你哥打钱吧，你嫂子月份大了，必须马上办婚礼，不然他娘家人就真要带他去打胎了。那就打呀，我无所谓。正巧这时下属部门的经理来汇报工作，看到我正站在办公区，忙不迭地陪着笑脸来打招呼，秦总，我正好有事要跟您说。嫂子一步上前，趾高气扬地盯着经理，我老公在呢，轮不到他做主，你直接和我老公说吧。经理怪异地看他一眼，你老公谁啊？嫂子骄傲地指向身后，他原以为经理见到我哥会像电视剧里一样脸色大变，然后对我哥点头哈腰，可惜人家只是一脸茫然，这是谁啊？公司新空降来的领导吗？周围人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嫂子顿觉丢脸，分贝又高了几分，你瞎了吗？
我老公可是这家公司的老板，你都不认识，怪不得你一辈子都是个臭打工的。经理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他靠近我，压低声音询问我是否需要呼叫保安。我点了点头，让他们继续闹下去，的确影响我们公司的工作效率。嫂子一听要被赶走，顿时大发雷霆，我可是这家公司老板娘，你们竟然敢赶我走，我马上就让我老公把你们全都开除。女友这会儿也来凑个热闹，你是老板娘，那我是什么？嫂子警惕的上下打量他一眼，随后抱紧我哥的手臂，宣示主权。我告诉你，我和我老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个骚狐狸可别想来当第三者。这是他第2次当着我面侮辱女友，我忍无可忍，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。滚出去！嫂子捂着脸凄厉咆哮，贱种，你居然敢打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保安这时正好到了，他们几人一起架住我嫂子，要把人丢出公司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还坚信我哥是公司领导，不停朝他大喊大叫，你是死的吗？就看着你老婆被人欺负，你快救我，不然我就不给你生儿子了。我哥想斥责我几句，但我已经带着女友离开。无论如何，我自己的家事不应该把女友牵扯进来。这次之后，嫂子终于知道我哥在公司没有任何话语权。他一改往日的态度，忽然喜欢每天给我打电话问候，偶尔还会发来几张穿着暴露、表情擦边的照片。我直接转发给我哥，让他管好自己老婆。听我妈说，我哥为了这个事和我嫂子大吵一架。一直沉默的我爸突如其来的给我打了通电话，他语气深沉，又带着几分无奈的表示，他已经看透了这个儿媳，会坚定的站在我这边，支持我不给我哥出这笔钱。我心里感动，事情闹到现在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表明了会力挺我，让我觉得这个家好似又有了曾经的温暖。细算起来，嫂子和我哥也已经有很久没再来骚扰我。我本以为他们终于放弃打我的主意，但没想到这天我刚下班回到住处，就看到几个黑衣大汉在我家门口催债。他们拿出欠条，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，还有我的证件照片。我顿时失去血色，僵在原地。借款金额高达上千万元，但已经逾期3天未还，利息滚到一起，总共需要偿还3000万才能把债结清。我直接打电话报警，顺便联系公司的法务部门。我担心这帮亡命之徒从我这里拿不到钱，会再去公司捣乱。我给了这些人一笔钱，算作他们的小费，然后耐心说明这笔钱不是我欠的。他们听后起初还坚持让我还钱，但我出手实在阔绰，他们只是负责催债，真没必要和我鱼死网破，就说定给我3天时间，让我交出还债人的名字，他们就不会再来找我。不用细想我就知道这笔钱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直接开车回家，可还没等我进门，就听到里面传来我爸的声音。还是我聪明吧，1000万的事儿直接搞定，你们拿到这笔钱赶紧买房子买车，我和你妈就等着抱孙子了。谢谢爸，这次真多亏了您，不然秦南那个抠搜鬼还不肯出钱。我哥笑意盈盈的对我爸道谢。嫂子也在这时开口，不过给了我家的彩礼，你们可不准往回要啊，我妈已经拿去给我弟弟买房子了，他也要结婚，你们得理解。是，我哥在他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我妈还有些担心，秦南知道这事以后会不会生气？他生气又有什么用？我们借钱的时候用的是他的身份证，他必须还钱。嫂子声音尖锐，不用细听就能听清他说的什么。我气得胸膛剧烈起伏，差点忍不住破门而入，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那可是几千万的欠款，公司近几年虽然发展不错，但几千万也足够让我破产。难道我的努力在他们的眼中就一文不值？难道我不是他们的亲人，就是一个随叫随到的提款机吗？那以前我对他们的真心又算什么？以前我给他们打的钱还不如通通喂狗。我强忍怒气，告诉自己现在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如果我现在进去，他们肯定会察觉到事情败露。我得让我哥和嫂子结婚领证，这笔欠款他们得一起偿还，谁都逃脱不了。我又忍了2天，但同时我也没闲着，我花钱请了最好的律师为我辩护，女朋友也积极帮我搜集证据，动用人脉帮我打通所有关卡。终于到了催债人再次上门这天，我递交了所有证据，让他们相信欠钱的事真的与我无关，并且我向他们保证，可以很快让我哥负担这笔欠款，他们这才放心离开。隔天我就迫不及待把我哥送上法庭。我特意挑了他和我嫂子领证后的日子，就是想送他们一个新婚大礼。嫂子一见是我，愤怒的要来扇我耳光，工作人员直接把人拦下，警告他如果再闹事就要把他赶走，让他连辩解的权利都没有。嫂子终于知道害怕，看我拿出那张欠条，她笑容更加得意。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，有钱请律师不如早点还钱，毕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。欠债的确该还钱，那你们自己欠的债就自己负担一下吧。我哥一点不怕，还满眼讥讽，那上面写的可是你的名字，用的也是你的证件，你凭什么让我们帮忙还钱？当初让你给我出钱拿彩礼的时候，你不是挺硬气的吗？你不会连这点钱都还不起吧？我没多跟他废话，直接拿出证据。我先播放了一遍
那天我录下来，嫂子亲口承认借钱栽赃我的录音，她脸色陡然大变。随后我又拿出笔迹鉴定报告，证明这欠条上的签名不是出自我本人的手。我哥终于有些坐不住了，他大声嚷嚷：“你的报告肯定是假的！我花高价请来的律师可不会让他信口雌黄。”他接连搬出几项自己搜集的证据，对得我哥哑口无言。眼看欠款就要判决到他们头上，两人很可能还要面临牢狱之灾。我哥气急败坏地扇了嫂子一个耳光：“都怪你，长舌妇，整天就知道乱说话，我这辈子都要毁在你手里了。”嫂子哭得不能自已，这也能怪我吗？要不是你弟弟抠门，我们怎么需要走到借钱这步？还有，主意分明是你爸出的，错的分明就是你们全家，我才是被你们一家人连累。我哥忍无可忍，又要动手。我爸及时赶到，在门口呵斥。他看向我，难掩羞愧：“楠，爸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，爸说过会永远支持你，爸捡垃圾帮你还钱，你就别为难你哥嫂了，他肚子里可是咱们家的孩子，未必吧？”我毫不留情地拿出一张照片，嫂子被一个陌生男人抱在怀里，背后是一家破旧的小旅馆。我哥当即勃然大怒，质问我嫂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嫂子只说这照片是假的，是我故意 P 图污蔑。我摊开手：“这不是你娘家之前给你介绍的老公吗？真没想到你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都跟了我哥，拿了那么多彩礼了，还惦记着别人给你的仨瓜俩枣。”嫂子表情一下变得狰狞，她发疯一样冲向我，要和我拼命。我后退一大步，躲到工作人员身后。开玩笑，现在我可不敢碰他，万一他故意我让孩子流产，那他出轨的事不就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了吗？我直接撂话：“欠款你们自己还，说什么都没用，再多纠缠我就报警处理，祝你们新婚愉快。”走到我爸身边时，我停下脚步，深深看他一眼：“既然你父爱这么伟大，那你就捡破烂帮帮我哥，顺便家里别墅我已经挂中介出售了，我限你们3天之内尽快搬走，不然我照样报警。”我哥彻底被我弄得没脾气，我带着女朋友趾高气扬地走了，留下他们一家人收拾烂摊子。几天之后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求我帮忙还钱，还说那些人上门打砸，我哥一条腿都被打断了，要是再还不出钱来，全家人都要没命。我置之不理。当初他们欠钱想让我还的时候，可没想过我是死是活。经历过这件事，我和女友的感情更加稳定。我顺势向她求婚，承诺她会一辈子对她好，并且不会让我家人来打扰她以后的生活。女友欣然同意，我们按部就班的见家长，过彩礼，将结婚提上日程。婚礼那天，我一大早开车去接媳妇，半路上车子被一个老头拦住，司机知道规矩，主动下车给老人递烟，请他让路。也就是这一眼，我才发现这捡破烂的老人竟然就是我才几个月没见的父亲。我没下车，而是装作什么都没看见，驱车奔向我的幸福。后来有一天，我破天荒地接到我爸的电话，他声称自己很想我，想来我住的地方看看。我直接问他钱还完了吗？我爸瞬间沉默。我说钱还完之前就别联系了。我爸欲言又止，几次吞咽口水。我继续补刀，毕竟嫂子说了，这都是你的主意，不是吗？我想，比起哥嫂明着的算计，我爸这种爱打亲情牌、两面三刀的人才更让我恶心。陪老婆去医院做产检那天，我意外见到了鬼鬼祟祟的嫂子。虽然她戴着口罩和墨镜，但我还是轻易认出是她。我拍下照片，将我哥的联系方式拖出黑名单，给他发了图片和地址，再配上一条语音：“快来医院看看，你老婆要跟人跑了。”嫂子这时候来医院可绝对不能是做产检的，她这么小心翼翼，肯定是想偷偷把孩子打掉。我可不能让她如愿，她必须跟我哥锁死。果然，我和老婆刚出医院，就听到有医护人员议论，说是妇产科那边来了个男人闹事，当众家暴老婆，已经有人打电话报警。我和老婆相视一笑，一起开车去庆祝属于我们两人的新生命的到来。后来从朋友口中得知，我哥为了还钱，低价卖了房子和车，但给我嫂子的彩礼钱是要不回来了。张红霞和陈龙为了不被连累，直接和我嫂子断绝关系。她没日没夜的在家大闹，左邻右舍总能听到她晚上惨叫的声音。而我妈，她只是偶尔给我发短信，关心我的生活，我只字未回。纵使她是我的生身母亲，但从她背着我给我哥贷款那天开始，我和她也恩断义绝。这些年我在他们身上花费的金钱远超他们在我身上投入的，我也算是报完生恩养恩。往后我要没有负担的生活下去，这也是我婚前给老婆的承诺，不让我的家庭影响她的幸福。我必须说到做到。在听到我哥消息的时候，是在一则新闻里，他被人分尸抛尸海中，最后被渔民捞出。警方查明身份后，通知家属去所里认领。我选择过去看他，没想到在见面时，他竟然已经分崩离析。我关心的是，他欠的钱该怎么办？爸妈一见到我，当场要给我下跪。我看到已经有人举起手机录像，义正言辞地把从前发生过的离谱事情讲述一遍。他们无法道德绑架我，又被人群指指点点，再也不敢轻易和我搭话。
而我这才松了口气，还好我机智果决，这才避免一场网暴。我没参加我哥的葬礼，倒是去看守所见了被抓的嫂子，他人已经疯疯癫癫，身上到处都是伤痕。听说他是受不住我哥的暴行，和奸夫一起杀人分尸，完成犯罪。他看到我，还是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，怪我没给他钱，才让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无奈的摇摇头，错的可不是我，是你自己愚昧无知，愿意让弟弟吸血，也是你们一家人贪得无厌，非要惦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你走到今天这步，都是你自己活该。嫂子怔愣一下，笑得更加疯狂，眼泪不停流出眼眶。他看我要走，拼命拍打玻璃，别走，秦南，求求你把我捞出去，我会用一切来报答你，我可以做你的情人，保证不让你老婆知道我被他恶心的差点吐出早饭。加快离开看守所的步伐。所谓子债父偿，那些催债的人见哥嫂不能指望，就把算盘打到我爸妈身上。我将搜集好的证据递交警察，举报他们违法发放高利贷，趁此机会把爸妈送去国外。上飞机前，我告诉他们别指望从我手上再拿到一分钱，往后余生就待在国外，别来我面前碍眼，就当是我作为子女的最后一点良知。以后我再不会多管他们的闲事。几个月后，孩子出生，我守着老婆，一家人和和美美，公司也越做越大。过去那些纷扰的人事，终究无法影响现在的我们。以后我会和他恩爱白头，兑现我曾经许下的承诺，直到我埋入黄土，结束一生。